最近有同学询问，听说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发明了一种没有陀螺的陀螺仪，其核心零件就是个石英做的小碗，让小碗共振就可算出装置的旋转角。那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其实该同学问的是半球谐振陀螺仪，缩写为 HRG。由于零件固定无摩擦，其随机漂移精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/1000度。当年哈勃太空望远镜和 NASA 水星探测飞船等航天器都采用了这种半球谐振陀螺仪。通常 HRG 由外壳熔融石英小碗、平面电极和底座构成，其中小碗叫做半球谐振子。如果用外力来激励半球振动，那么外力的激励频率和半球固有频率相等时就会共振，这种振动称为一阶模态，阵型为质点交替起伏沿周向传递的横波，这称为该半球的主阵型。如果外力激励频率是半球固有频率的2倍，则引起的共振称为二阶模态，阵型也从周向横波变成原地起伏的驻波。此时半球包含2个完整波长，因而在驻波上交替分布4个波节和4个波腹，这称为该半球的二阶阵型。当然，半球上质点振动的位移是微米级的，因此本视频采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。接着将半球顺时针转动90度，发现阵型并不是跟随质点同步旋转，而是相对半球的旋转角迟滞了27度。究其原因，假设我们站在旋转的圆盘中心，观察扔向边缘的小球，就会发现它在远离时不断侧偏，就像莫名其妙受到了偏向力。因此，在半球这个旋转参考系里，往复运动的质点同样也会出现如同受到偏向力的惯性效应。这个假想力虽不存在，但可计算。它是半球角速度和质点振动速度的向量差乘，垂直于向量构成的平面，称为科氏力。因此，半球顺时针转动会导致质点受到左偏的科氏力。由于这些切向力推动质点偏离了原振动路径，造成阵型相对半球偏移进动，使驻波旋转迟滞出现进动角或叫迟滞角，而驻波进动角和半球的角速率无关，只和半球的旋转角保持固定比例，称为进动因数。在特定振动模态下，该因数由石英半球的材料性质决定。接下来给半球的纯口端面和内表面镀上导电膜，使纯口端面和下方平面电极构成电容，施加方波或正弦波电压，电场就可对谐振子施加交变静电力，激励其二阶谐振。一旦装置转动，驻波就发生进动，将对谐振子迟滞旋转，使纯口和电极间的电容值因阵型移动而改变。这样采集电容的电压变化就可解算出阵型的位置和进动角，再除进动因数，就得到了装置的旋转角。这时有同学问，为啥非要让谐振子二阶振动呢？原因是某款陀螺仪二阶模态下，半球的驻波有2个完整波长，即周向波数 n 等于2。此时谐振频率为905赫兹，进动因数约为 0.3， 而谐振频率2804赫兹时，半球出现了3个周波，进动因数降到约 0.066。频率达到5620赫兹时，周向波数等于4，进动因数降到大约 0.023。频率9307赫兹时，周向波数等于5，进动因数只有约 0.01。可见周向波数增加，不仅使谐振子模态变得复杂，还使谐振频率和维持振动的能量相应增大，而进动因数则不断减小。因此，在二阶模态，半球的周向波数等于2，谐振子能量损失最小，维持振动的能耗最低。所以 HRG 陀螺仪的进动因数都是 0.3。最后给外壳里抽真空，好让谐振子长时间惯性振动，这样就算断电10几分钟也可精确检测角速率。由于半球谐振陀螺仪没有运动零件，不仅稳定性和可靠性很强，还耐摔、耐炸、耐热、耐辐射，能正常使用至少10多年。得益于厂家疯狂内卷， HRG 陀螺仪这个昔日的皇家贡品，如今也已成为寻常飞船爱好者的掌上玩物。